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伯母在饭桌上夸下海口，说只花10万就可以搞定表哥的工作，还在体制内，全家都震惊了。奶奶止不住夸赞，还是大媳妇有本事。我就说小军是当官的料，大伯父更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扬眉吐气道：考上了教师编制有啥？以后啊，都要给小军端茶倒水。我提醒他们别上当受骗，却被他们讥讽我是嫉妒，怒骂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直到我考公务员再次上岸，看到了被安排拖厕所的表哥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奶奶过生日，全家族齐聚一堂。大伯母红光满面，趁机宣布和大家说个事，过几个月小军就到咱县政府上班了。大家都震惊了。我妈好奇问道：小军也考上编制了？大伯母得意一笑：这个编制和你家婷婷教师编制可不同，是在县政府里面呢。去年我大学毕业，因为精心准备加上运气好，考上了咱们县里学校的编制，成为了一名公立高中的语文老师。大伯母听到消息，对我考上教师编制耿耿于怀，他打心里不能接受，我竟然成了老刘家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，而且还是在体制内。而老刘家的太子，唯一的男丁刘小军已经毕业待家1年了。他不止一次在家族群里阴阳怪气：婷婷啊，我听说你们学校扣完5险1金只有2000多呢，虽然有个编制，但工资确实是低了点。或者转发不知道哪里的新闻，某某地学校因改革教师分流进社区，还在底下感叹：这教师也不是这么稳定啊，考了编制的也有改革的。婷婷，你们学校以后不会这样吧？而现在他似乎终于扬眉吐气了，在饭桌上唾沫横飞。我费了好大功夫，绝对靠谱，只要花10万就把小军安排进去，而且签合同盖单位公章。大家听后面面相觑，显然有些怀疑，真的只要10万就能买到体制内工作？上次村里王书记他女儿想进单位也要考试呢。大伯母得意极了，村里王书记的女儿要考试，这说明啥？他家关系不到位，我这里关系硬，包成，还会签合同。再说了，我有这么傻给人骗？白纸黑字写了，没安排成，10万全部退还。这句话一说，大家似乎都信服了，奶奶更是心花怒放，还是大媳妇有本事。我就说小军是当官的料，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生日礼物。我嗤笑一声，悠悠道：现在编制都是逢进必考，别到时候被骗还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表哥打断：小婷这嫉妒心也太强了吧！我到政府单位上班，对咱们整个家族只有好处，你心里可别这么不平衡。我乃怒斥：你个眼皮浅的女娃子知道什么？这是顶好的机会。大伯母也接话：就是小军进了单位，可不和有些人一样啥忙都不帮。好吧，那我不说了，我倒要看看几个月后这位表哥怎么走进政府大楼。大伯父一家赚足了面子，戴伯母还在那眉飞色舞。戴伯父饭后惬意的点烟，难闻的烟气把我呛得直咳嗽。看到我的窘迫样，大伯父呵呵笑道：小军，你进了单位，可不能像婷婷一样死板，只知道上死班。烟咱得学会抽，酒咱也得学会喝，不然一辈子到死也是小科员。人际关系是门大学问，说起来好笑。大伯母一边对我的工作指指点点，
一边又觉得我进了单位什么都能说了算。去年我刚考到学校上班3个月，大伯母就要我帮忙，说他家亲戚的孩子中考差点分数进我们学校，让我想想办法。当我了解这孩子的分数，我都惊呆了。好家伙，这是差点分数啊！总分1040分，上岸945分，他考700多分，这怕是校长的儿子也进不了。于是我以刚到学校，还不了解学校情况拒绝了。没想到戴伯母直接提着烟酒找到学校，让我带他去找教务主任。刚好学校正在迎接卫健局督察，看到了大伯母手里的东西和拉扯的我，大伯母当场被赶出学校，而我被当作典型，在大会上狠狠一顿批评。我被气疯了，大伯母还强词夺理，要不是你拒绝我，我能提着烟酒去找你吗？谁知道那天你们在搞检查，要是你进学校就和领导们搞好关系，哪里会造成这个局面？你啊，就知道读死书，现在工作了也是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我在家里大吵大闹，要去找大伯家理论，没想到被我爸拦了下来。他说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再去计较也没有用。难道真要把一家人关系弄得老死不相往来？你工作又没丢，只是批评了一下，哪个人工作没有受到过挫折？再说，你大伯母是有错，但你处理方式就没问题吗？你真用心帮忙了吗？自从你考上了这个编制，别人求你办点事，这有规矩，那又有规定，我的面子都丢光了，我的心凉了一截。想起之前发生的一件事，刚上岸的时候，我爸很开心，逢人就夸我已经考上编制，在公立高中当了老师。他说我给他挣了面子，就算他在农村只生了一个女儿，现在也能抬起头了。没过多久，他打电话给我，隔壁王叔家儿子在县城里开了个书店，昨天和我说想让你给带点学生到他那里去买些资料，这个事我已经答应了，还把你电话给了他，这2天他就会打电话给你。我一惊，学校才进行了校风校纪整顿，因有家长投诉，说有教师强制学生买资料，从中吃回扣。在大会上，校长3令5申强调，不允许教师要求学生到指定书店强制购买辅导书籍。我怎敢顶风作案？我当时就拒绝了我爸的请求，和他说明了情况。他没说什么，就把电话挂断了。我以为他是理解的，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想。他把面子看得比谁都重要，为了他所谓的面子，我妈和我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。就像此刻，他轻信大表哥将要到政府上班，任由大伯一家对我贬低羞辱，对着大伯恭维至极，陪着大伯把酒言欢，从身边芝麻小事到国家大事，从村里交医保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，挥斥方遒，指点江山。爷爷去世早，奶奶就生了2个儿子，一直以来奶奶就偏爱嫡子大伯，更是在我妈生了我这个丫头片子后，偏心达到了顶峰。平日里明里暗里的贴补就算了，更是大早就放言，老家的房子以后都是大伯家的。我妈也去闹过，谁知道被我爸拦着。妈这么大年纪，你去闹什么？她自己的财产自己做主，我绝不会去争什么。谁让你只生了个女儿？我妈说的也没错，老刘家以后还是要靠我大哥，我们2个的养老以后不得靠小军。后来我妈也看清了，她不哭不闹，靠着自己供我读书生活。我想这些年要不是为了给我一个完整的家，我妈早就想和我爸离婚了。我妈听着大伯这些话，冷着脸说道，大哥，
你们说话就说话，老是贬低婷婷干什么？大伯母讥笑一声，哟，说两句就不乐意了，忠言逆耳，还不是为了婷婷好？我连忙拉着妈妈的肩膀，小声附耳在她身边，没事，妈，全当他们放屁。你真信表哥能去政府单位上班？我妈摇摇头。我继续，就是啰，他们现在就是在自嗨，你越打断，他们越得劲。我现在懒得和他们计较，就让他们尽情发挥想象，到时候跌下来才爽快。不过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脑袋。大伯母提出了一个相当炸裂的要求。饭后，他坐在沙发上一本正经发话：小军这份工作说到底最终是为大家谋福利，所以啊，给他找工作的钱，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支持一下。大伯父也补充，没错，所谓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大家现在出点钱就相当于投资，稳赚不赔。那个京东总裁刘强东你们都知道吧？就是当年全村人给他凑学费，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领1万。咱们小军虽然不比刘强东，但是这意思是一样，前期有投资，后期才有回报。我是服了，我知道他们自嗨，也没想到能自嗨成这样。现在任由他们胡说八道，下一步可能他李小军要去竞选美国总统，大伯一家要带领全村流浪地球了。我赶紧打断，大伯，你今天中午是不是加餐吃云南菌子了？表哥找到工作是好事，但是也没有要我们家出钱这个道理吧？这话一说，我奶可不乐意了。她先是瞟了我一眼，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？小时候我就帮小军算过八字，他有当官的命。然后转身对着我爸说，都说3代出人才，一个好的家族是要团结所有的力量，这是咱家祖坟冒青烟的机会，可别眼界子浅，只盯着眼前。我先表率，小军找工作我出3万，老二你只能多不能少。我爸懵了，他虽然爱面子，对我奶明里暗里帮衬大伯家不说什么，但是要他一下子出几万，他还是不愿意的。只不过他肯定不会直接拒绝。这时我妈断然开口，妈，这钱我们出不了。我爸赶紧补充，最近是手头紧，一下子那这么多钱拿不出。我爸话一出，整个场面都安静下来了。大伯眉头一皱，建军，你前几天还和我说赚了一笔，你不出就不出，还找这样的借口，你还是我弟吗？我看错你了。大伯母2个鼻孔当一个出气，我就说他家肯定不会拿出来，我看人最准了。表哥也义愤填膺，叔，你咋这么糊涂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咋想不明白啊？奶奶更是装作上气不接下气，一家人都是个短视的。我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我领导说了，明年就能把我调到教育局，不过也要出6万，我想这也是个机会。大伯、奶奶，你们可不能只帮表哥，不帮我呀。我爸有点兴奋，真的？你领导真的能给你调到教育局去？大伯不屑，教育局算什么？等你表哥进了县政府，你去教育局还不是他运作一番就行，哪能花得了6万？大伯母也帮腔，就是死脑筋，这看问题就要长远看，这钱呢要用在刀刃上。我深知他们德行，真要是咱家祖坟开叉，表哥进了县政府，那最后帮我运作到教育局可不止花6万了。我妈、大哥、嫂子，小军能找到县政府工作呢，我恭喜你们，但是这要我们出钱，我现在就表态，出不了。他看了一眼在一旁不说话的我爸，你要是愿意卖血去凑钱呢，我也不反对，但是家里的钱
你一分也别想拿出来。说完，我妈拉着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爸佯装生气地拍桌子：“这臭娘们脾气，我这就回去收拾她。”紧跟我们步伐来了，因为我家拒绝出钱，大伯一家和奶奶对我们实行了冷战。我和我妈倒是乐得清闲，反而我爸开始反思了。他时不时问我们，当时是不是太直接了？又怪我妈：“哎呀，你当时委婉点嘛，一家人搞得这么僵，说不定小军以后真发达了。”我妈气笑了：“发达又怎样？他还会来认你当爹不成？来，咱俩离婚，你现在就去送钱给他们。”我爸不说话了。半个月后，大伯母又开始整活了。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什么产品做微商代理，一开始在家族群里兴致勃勃的所有人并发来一连串消息。好消息，我推荐一款东阿阿胶膏，养身体、补气血、预防咳嗽、改善腰膝酸软，原价698一盒。为了拿下代理权充任务，限498一盒。家人们，我不轻易推荐，试过了，口感很好，长期使用效果很不错，带上几单支持一下。对于这种群发消息，我一般是不怎么理会，更何况大伯母这微商代理的产品，不知道是从哪里生产的三无产品。在他发来的几段59S 语音里面，我都不用点开，就知道他在介绍这个产品的神奇功效。只要坚持吃，腰不疼，腿不痛，免疫强，病毒去。男人吃了雄风重症，女人吃了养颜美容，老人吃了返老还童。他的产品就是万金油。更搞笑的是，他还下任务了，为了全家的健康，每人买5盒。我看着大伯母魔怔的发言，很严肃地对我爸妈说：“这就叫洗脑。”又强调1盒都别买。我爸不愿意听：“你懂什么？产品不产品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要修复我们家和你大伯家的关系。就算这个产品什么都不是，凭着你表哥要去政府单位上班，你带伯母这产品也不愁销。我看咱们也得买几盒，我们花几百块就能达到花几万的效果，划得来。”不过我爸多虑了，大伯母在群里表态：“不过我这产品呢，不卖给老两家，我这产品呢，配不上老二家。”这下可把我爸给急坏了，一个劲的抱怨：“哎呀，都怪你们！”更是看到朋友圈大伯母疯狂晒单后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让我妈主动联系大伯母和他道歉，并让我表态买20盒大伯母的产品。他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，你们学校老师多，学生家长多，这20盒说不定都不够，还可以给你们领导送礼，一举2得。我说：“你借我钱，我就买，马上买。”他又不说话了。就在我爸还在思考如何来修复这两家关系时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奶奶住院了，原因也啼笑皆非，就是吃了1盒大伯母代理的阿胶。我奶年纪大了，平时就有3高，但大伯母说了，他这产品零蔗糖，添加的是代糖，放心吃。本来大伯母也不会主动把这好东西给奶奶，但当时他看不惯我们家，给奶奶吃，一来可以体现他的孝心，二来还可以给他这个产品打广告，连70岁的老人都可以吃，他这产品绝对安全健康，要是只吃1、2口也没什么问题。但大伯母为了效果，3餐都给我奶安排上了，短短2天哐哐造了1盒，素材是够了，但当晚我奶就因为血糖高昏迷送医院了。当我们一家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只有大伯一人陪在奶奶边上，不见大伯母和表哥的身影。
大伯把缴费单给我爸一推，老弟，你先去把费用交一下，妈年纪大了，这病说来就来，全然不说大伯母给他吃阿胶这事。还没等我爸想好词来拒绝，大伯手机响了，他边接电话边退出房门。等过10分钟后，哪里还看见大伯的身影，只给我爸发个微信，给小军安排工作的人突然打电话来，我得去处理一下。哦，你大嫂不巧娘家有事先回去了，小军呢说是岗前有个培训，要去市里一段时间，你和弟妹费点心，我这是一办完马上就来接手。我乃听了也帮衬他们，你们有事忙，这里有老二一家看着呢。这么明显的托辞，我不信我爸看不出来。我爸不语，只是一味的沉默，但是回头就给我和我妈排班。老婆，你1、3、5白天，我2、4、6白天，晚上呢婷婷就来看看。这些年他不愿意得罪大伯一家，大伯吸了他的血，他感觉累，不知道反抗，反而拿着我和我妈来当作心血包来缓解，真是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我直接拒绝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妈不义谁弥补。你这么喜欢拖底，你来拖好了，别扯上我妈和我。我爸眼睛一瞪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真是越长大越混账了。你奶奶生病，你们就应该来伺候，子女不来照顾，都是没良心。你有没有点做后辈的自觉？这些年书都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。我转手就我爸骂我的录音转发到家族群里面了。大伯一家，大伯奶奶一生病，你们好意思一个都不来？我爸说了，不来的全部都是没有良心的。表哥也是，读书都读傻了，这样还能进体制内？双标吗？谁不会？大伯看很生气，在群里大叫，没想到建明你是这么想的，刚刚你还答应的好好的，转头就在妈那里挑拨离间。大伯母，我算是看清这一家子人了。我爸忙叫着让我撤回来，你在群里乱发什么？你这不是故意引起家庭矛盾？我气笑了，爸，我觉得你现在想的不应该是家庭矛盾，而是你要自己一个人照看奶奶，我和我妈以后不给你当血包了。说完，我俩就走了。一路上，我爸对着我妈微信电话轰炸不断，你也是有母亲的人，我妈祝愿你作为一个媳妇来都不来，说出去让人笑话死。大哥他们家有事不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我妈一个人在医院？我妈也不语，只是一味沉默。我爸继续画饼，就照顾几天，我哥他们过几天就会来接班。等妈好了，我给你买个金耳环，你不是想要那个很久了吗？他看我妈怎么都没反应，气急败坏威胁道：罗素云，你不来照顾妈，那我就和你离婚。你也不想婷婷以后找对象被别人嫌弃是单亲家庭吧？我抢过我妈的手机，对着爸说：爸，你放心，你们的离婚协议我来起草。在我妈一脸难以置信的眼神中，把手机关了。是了，她在家庭中，因为我总是被牺牲的一个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要成为妈妈的顾虑，我要和妈妈一起摆脱这个吸血的家庭。当晚，我们就收拾了好了东西，刚好我也放寒假了，机票一订，明天就飞三亚。我爸得知消息都傻眼了。他在那边破口大骂，但又无可奈何。大伯那边总是有借口，而我和我妈又铁了心不管。300元每天的护工，他又舍不得请。伺候奶奶这活全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。他不止一次联系我：婷婷，爸爸最近照顾奶奶实在是太累了，你能不能过来替几天？
我只是把我和我妈在三亚吃海鲜的视频发给他，可是他除了动动嘴巴还能干什么呢？在家族群我爸照顾奶奶的视频里，他胡子拉碴，顶着2个大黑眼圈，精神萎靡。只不过等来的不是别人对他的孝心点赞，表哥第一个站出来回复：叔，你怎么给奶奶安排这么多人的病房啊？我奶奶年纪这么大了，几个人一个病房都睡不着。等过几天我培训完就上岗了，肯定找关系给奶奶换个单人间。大伯也点评：老弟，你中午给妈吃的是外卖吧？太油腻了，老妈年纪大，肠胃受不了这么刺激的。我看了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出来。从三亚回来，我爸一开始还不肯离婚，但我妈心意已决，他又叫嚣着让我妈净身出户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财产一人一半，他不同意，那就先拖着，反正我给我妈租了房子，她和我一起住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顺利通过了体检。没错，早在半年前我就报名了公务员招考，现在就等着政审了。和表哥这个大喇叭不同，我信奉是以密成，这事就连我妈都没有告诉。反观表哥的朋友圈十分丰富，一开始就高调发布工作已定，未来可期，然后就是每天爹味十足的转发内容，体制内相处之道，如何与领导相处，或者又自以为幽默的提问：家人们，我穿着身去体制内上班可还行？又等了快1个月，我的政审顺利通过，公示期也已经结束。终于，表哥也在群里宣布，明天我就正式上班了。刚好单位的领导也打电话过来，通知我明天去单位报道。于是当天表哥穿着一身昂贵西服，精心打理了发丝，可谓满面春风。而我也整理好着装，前去新单位报道。当表哥看到我神清气爽地站在政府楼下的时候，他先是震惊了一下：你来这里干啥？又满眼讥讽，就知道你心思恶毒，肯定是不相信我能来这里上班。好好收拾收拾你的脸，等下可别被打肿了。说着还拿出手机对我脸上拍视频发群里。你们说婷婷还跟踪我来这上班的地方呢，叔婶，你们快把她接回去吧，这个地方也不是她能来的，等下别怪我下令把她赶出去，那可太丢人了。表哥越说越得意，我懒得理他这个智障，抬脚往里走，表哥却健步抢在我前面走了进去。他对着坐在门口的保安说道：这里是政府大楼，你可得看紧了，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往里面进。很显然，这个不三不四的人是指我，但是保安懵逼了，反过来问他：请问你找哪位？又有什么事？表哥轻咳一声：我是刘主任安排到这里来上班的。保安一脸疑惑：哪个刘主任？表哥笑道：刘青山刘主任。保安听了表哥的话，一脸看智障看表哥，又打开着话筒对里面喊道：老刘，来下大厅，有人找。此时表哥有点怀疑，这保安有点不显山露水啊。他赶紧从兜里拿出一根烟：大哥，来根烟。保安没接，只是指了指大厅的一块牌子说道：这里禁止吸烟。表哥尴尬地挠挠头。这时我上前把调动函提给保安，轻声说道：大哥，我是来报道的，麻烦您告知我人事处的赵主任在哪个办公室。保安看了看，上楼右转403。在表哥惊愕的眼神中，我缓慢地走上了楼梯。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表哥口中的刘主任给他安排了什么职位，但是眼下更重要的是准时报道，
不给领导留下差印象。等我熟悉了工位，抽空又去了1楼，却没有看见表哥的身影。我转而跑去卫生间洗手，表哥的气急败坏声音从隔壁男卫生间传来：“妈，我们被骗了，他们根本就没有给我安排工作，他们是让我来搞卫生的，还让我拖厕所，我不干了。”我听了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此时有一位大叔急急忙忙跑进厕所，对着里面怒斥道：“不是和你说了，要先拖大厅，再拖厕所了？等下都穿位了，赶紧去把大厅拖一拖，今天都晚了。要是领导问起来，你担责。昨天不是和你妈说了，要早点来，早点来，什么玩意？”我以为表哥收到羞辱会反驳，没想到他却一声不吭。哼哼，想来他也只是敢在家里哼，在外面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大叔从男厕所出来，看见我洗手，笑着询问：“小姑娘，你是新来的吧？在哪个部门呀？”我回他微微一笑：“还没定的。”表哥听到了我的声音，躲在厕所里没出来。他这脸此刻应该啪啪疼的不行吧。等我上1天班，正准备回去和我妈汇报今天发生的事，我妈反而先打电话给我了：“婷婷，你知道你表哥被安排进政府干什么了吗？扫厕所啊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妈吃瓜的声音传来：“因为你女儿啊，正是在政府大楼上班了。”我妈笑得直不起腰。说起来好笑，表哥被进政府大楼扫厕所的是被大伯和大伯母知道后，他们又震惊又气愤，又觉得丢脸，怒气冲冲打给介绍人，要求他们全额退款。没想到介绍人理直气壮：“当初和你们签合同时候说明了，是在政府大楼上班，你儿子虽然是打扫卫生，但是不是在政府楼里？你们别小看政府楼里打扫卫生的，那每天大领导人来人往的，可不就认识了吗？这大领导啊，对你熟悉了，你们再搞好关系，说不定就给你们一个编制了。说你们眼皮子浅，没见识，钱我反正不会退了。但是你儿子说不干，那他走就是，他不来，我这里有的是人来。”表哥扬言自己绝对不会再去那里扫厕所了。大伯一家欲哭无泪，因为又害怕介绍人的关系，也不敢贸然跑去闹。我爸得知我考上政府单位的编制，他又有面子了，天天给我微信发消息：“闺女真争气，爸有你这样的女儿感到幸福。闺女，你现在去了政府大楼了，我在村里走路都有劲了。隔壁王叔说有个事要麻烦你一下，给我送了几斤上好的白酒。你再敢打着我的名字在外面乱干七七八八的事，我不会认你这个爸。”我爸其实就特别小的一件事，他就想要那个5保户名额，我反手就是拉黑，还5保户名额，我还想上天呢。几天后，他竟然找到我住的地方。爸错了，你怎么能把爸爸的微信都删了呢？你在政府里上班，连爸爸都不理，传出去让人笑话。让人笑话的一直是你。还有，你赶紧和我妈把婚离了，你不离，以后养老别来找我。大伯家自从知道我再次考上编制，在我面前说话都没那么大声了。一家人带着奶奶跑到我家来，对我连番轰炸：“婷婷，你要找关系帮你哥哥啊？难道眼睁睁看着你表哥每天去扫厕所？”我解释，之前老早就和你们说过，现在想进正式单位必须考试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帮表哥安排工作，早点去找那个人，把钱退回来。表哥先找个工作，边找边考，我这里也会留意招考的信息，有消息就告诉你们。没想到他们完全不听我的解释，
花了10万的代价，还没有让他们认清现在的形势，就连要回那10万，他们也怕得罪别人，要我出马。我听了，简直觉得好笑。原来大伯一家就知道欺负家里人，一遇到点别的事情，就立刻当缩头乌龟，就是被骗了，也不敢为自己争取利益。那这样的事，我能去做吗？我怕是脑袋里有时我去做。看着我油盐不进，大伯母眼珠子一转。隔天，我看着他又提着烟酒，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政府大楼，对保安说有事找我。看着我走下来，他得意地笑了，仿佛在说，要是不帮他儿子，他就把烟酒都提到我办公室去，让我难堪。这事又对我故技重施了。人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吗？不能。我马上跑到了派驻纪检组王书记那里，对他说明了情况。大伯母提着烟酒，还想跟着我后面进来，被拦在了门外。结果就是他被保安架着出去了，而我完全没有受到影响。还有一个事，当初大伯母向众人吹下海口，说表哥在政府单位上班，因此他代理的那个3无产品阿胶销量很不错，大家都看在这个面子上买。大伯母看有赚头，把存款都拿了出来，连夜向总部拿了很多货。现在很多人得知表哥扫厕所的工作后，大伯母的货可是一件都卖不出去了，家里的存款都变成了一个个的大箱子，放满了阿胶。大伯父看着就来气，连扇了他几个巴掌，打得他鼻血直流。他跑到奶奶那边哭诉，奶奶让他多吃点阿胶补补。表哥说到做到，真的没有来搞卫生了。他转向互联网，说要做大网红，每天在家里蹲，身体和手机都粘在一起。他不止一次在家族群里阴阳怪气。婷婷啊，我听说你们学校扣完5险1金只有2000多呢，虽然有个编制，但工资确实是低了点，限我。但是大伯家心疼那10万块钱，大伯竟然放着店铺不做了，顶替了表哥的工作。更搞笑的是，他还被当初介绍的人说服了，真的以为搞卫生也能盘上领导，为他儿子挣一个编制，每天7点准时在政府大楼扫完大厅拖厕所。干了5年，他没有任何动静，我反而已经提拔了。哦，还有我爸终于和我妈离婚了，房子一人一半，我妈给了我爸30万，把房子买下来了，但他还不肯走。我让我妈把房子租出去，请了个花臂大哥住进来，天天在家敲架子鼓。我爸本来就神经衰弱，1周没到他就搬出去了，现在在帮大伯家买阿胶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